怎么样？真人游戏好玩吗？果然是你啊！臭小子，为什么选我？因为我讨厌你。你们这群人总是装作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，其实你们连自己的人生都过不好，凭什么要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？难道和你们的活法不一样就是失败吗？喜欢玩游戏就是罪过吗？我承认，这是我的错。昨天我就应该花一些时间来听听你的故事。下辈子吧。我看出来了，这个真人游戏的空间全都是你来打造的。你还可以控制别人的语言和动作，能耐不小啊。其实原来没有这么大，多亏那玩笔的大叔帮忙。我倒是没看出来啊。以你这么叛逆的性子，能替他卖命啊？谁替他卖命了？我们这是各取所需。我要替谭老头报仇。可我看你们两个年龄差距挺大的呀，是怎么就变成感情深厚到要替他来卖命的忘年交的？你懂什么？只有谭老头能理解我玩游戏，他是第一个把我当作亲人看待的人。他理解我，照顾我。我跟魏护士、金医生说过，我说他有轻生的念头，他们还是没看住。是他们害死了谭老头。玩家1号，现在我们一起开始第一段旅程，时间为10分钟。若时间内没有完成，您将会蹦化为美丽的烟花。你们可千万都别来，这可真不是人待的地方。第1项任务领取处在内科科室，对抗 BOSS 已经在那里等你。不知道鬼见愁又搞什么鬼？话没说明白就让我们过来，顶沈教授的空子啊！这间医院有种不寻常的气味。第1关正式开始。经典游戏，俄罗斯轮盘。左轮手枪的弹槽有6个弹位，我们已经为您准备好1颗子弹。参与者轮流转动子弹盘，对准自己的头，按动扳机，直到一方死亡。欢迎4名新 NPC 的加入，你们的代号是正太、棺材脸、御姐和小白兔。玩家1号，你的时间不多了，现在放弃，除了你自己，4名新 NPC 也会受到殃及。现在开始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。玩家1号，请不要做出作弊行为哦。我认输，晓得吗？想死，我不想死，救救我！ Round 1 KO。王八蛋！玩家1号，真是时来运转，
顺利通过第一关，真是羡煞旁人。第二项游戏，真人横版单挑，4元蓝关 BOSS 已经严阵以待。4元。也太容易被控制了吧？啊！看来回去还真得加强心理素质教育啊。您的专属武器在左手边的柜子里。玩家1号要继续加油活下去哦。游戏倒数10秒。看来这几天的瞎子还真不是白当的。哇，玩家1号真是势如破竹，顺利通过第2关。请您到达最终 BOSS 的病房。终极关卡，幸运2选1，请玩家1号与最终 BOSS 走到指定位置，从前面的2杯水中选1杯喝下。要注意哦，1杯是普通的水，1杯是致命的毒药。生死攸关，谁才是那个幸运儿呢？搞笑呢？这可是要出人命的！臭小子，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不出来是吧？行。如果破坏游戏规则，最终 BOSS 将会喝下这2杯水。但是，如果玩家1号喝下其中1杯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最终游戏将会终结。满意了吧？啊？无论我喝下的是毒药，还是终结了游戏，那他就可以安然无恙了吧？别动！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这事你发现了吗？这是我们制定的游戏规则。玩家1号，恭喜您顺利通关。不，您将获得不是这样的，我已经打算喊停了，这些人好笨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杀人的感觉跟玩游戏的感觉不一样。因为这不是你习惯的虚拟游戏，而是血淋淋的事实。果然，
你的全部艺能都依附在眼前的这部手机上了。不是你操控了游戏，是游戏操控了你。over，不，还没有结束，还有最后的炸弹人游戏。我在我的病房里装了炸弹，这炸弹足以毁灭这个医院。错了，我错了。祖玛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祖玛，我错了。祖玛，别动！怎么了？先坐下。这个是重力平衡炸弹，重力一旦失衡，炸弹就会爆炸。我来试一下。你别动！我用瞬间转移。
那是配置过实验血清的针头，而且是残次品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哎，上次实验室遭劫的时候，不是让你清点了吗？你清没清点呀？清点过了，清点完之后，我做了一些处理，可能不小心遗漏了一支。一支都不行啊！那是我们实验的最高机密，一旦外流会伤及无辜，甚至会引起轩然大波。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？走走走。教授，啊，谢谢。比起我刚认识您那会儿，您这脾气可是大多了呀。找回来的希望渺茫啊！这希望是被我们处理掉了，而不是被有些人给利用了。真晦气，不会有绝无你所。哎，先生，郊区不走，我赶着回去交接班，这儿已经够偏了。不用打表，送到就行。我去，这大半夜的，你去五里村干嘛？找人。欢迎收听小说联播节目。魏南向前面的后视镜看去，那个老太太不见了。一下子停住车，转头向后座看去。他看见那个为什么刹车？没事，不再系鞋带呢。在座位上，前面右转就到了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我真的没有想杀人，但害了人，对不起。原来游戏那么无聊。祖妈，祖妈，祖妈！功德笔是一把双刃剑，它的异能是被强行催化的，一旦被破，就没希望了。安慰安慰。祖母，你们怎么才回来啊？你是不是想问，怎么一觉醒来就到家了？刚才不是还在医院门外呢？你们怎么知道的？医院的案件解决了吗？那功德比主呢？
找到线索了吗？这个功德鼻主对医院似有深仇大恨，这次医院的事件只是刚刚拉开序幕。功德鼻主为了达到目的，他会不择手段，我们必须要尽快抓到他。我们做医生的，不就是要救治天下的病人吗？祖玛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下一个病人走上跟你一样的绝路。陈医生，这是你让我整理的白素霞的病历资料。荣城医院还有蔚蓝和金浩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了。不用那么多，我已经有怀疑的人了。赵处，海星舰刚送来一个犯人，这案子有些蹊跷。一个老实本分的老司机，在昨天晚上吃夜宵的时候，突然爆发洪荒之力，把人给打伤了。老司机，大静，你和老鼠去现场看看。小郭，咱俩去会会这个老司。他这个看起来，除了虎口处酒瓶的砸伤，没有其他明显的外伤啊。领导部门下达的案件调查任务，咱们还是要配合的。不过这人咱没地儿收啊。这样吧，辛苦你再跑一趟，把他送回海星舰。死胖子，让你去做笔录，怎么买回来这么些吃的呀？还不是被大排档老板娘坑的。我买了那么多东西，愣是没问出个所以然。听大排档的人说，昨天晚上那受伤的服务员根本就只是路过了朱豪的桌前，双方压根就没有发生任何的肢体性接触。朱豪直接抡起了啤酒瓶砸向了被害人的头。哎，小郭啊，又写日记去了？哎，我看过，特别正能量。来，给我也看看。让你动了吗？
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想缩短一下跟他思想上的差距。好了，我们开始上课吧。这短短1天之内，一个老司机，一个人畜无害的少年，就这样就人格分裂了。小郭，把上一次那批资料再拿给我看一下。不是祝红呢？上次整理的资料全在他那儿。哎，对了，祝红今天他……云兰，人家有话想跟你说。那个，有什么事儿晚点说吧。刚好我要去一趟医院取一下受害人的检查报告。云兰，我有什么话就说吧。我说。哎呀！这还是祝红吗？放开我！你这干什么？我没有病。报复我是没有用的，是阿玉叫你们来的吧？他是不是中风了？没有。我哮喘，包里有药。演技不错呀，这一惊一乍的。科班出身啊？你想学？我教你啊！啊！救我呀！救我呀！哮喘，药，放开我！你这干什么？赵处，实在不好意思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没事，赶紧去忙吧。那我先过去。放开我！你这干什么？我没有病。赵处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忙完了。对啊。这个病人啊，孔京啊，是刚刚转到我们医院的，病情挺严重的。如果不把他绑起来，不仅会伤及无辜，甚至可能会自残。怎么，连你都被他摆了一道？那倒没有，就是觉得他演这个哮喘病人演得太像了，我都感觉我听到他肺腔里的哮鸣音了。这也难怪，孔京这个人表演成癖。明明没有哮喘，身上却随身带着一管哮喘喷剂，一开始连我们都被骗了。哎，那他到底是什么症状啊？不管他是不是哮喘，都应该劳烦不到程医生这一刻吧？妄想性障碍，也就是俗称的妄想症。据他自己所说，他身体里有99种人格，所以才转到我们科。什么叫据他自己所说呀？因为这个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。多重人格的上限在医学上没有定论，但人的精神是有限的。一个人的行为和经验如果被解离成99块，那这个人所承受的痛苦应该能立刻把他拖入死亡。那这个能传染吗？朱豪，男，40岁，出租车司机。祖玛的事儿，很抱歉。我犯法了，
好端端的，怎么又出了银行大盗啊？你还嫌我这里乱子不够多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海兴舰本着勤恳踏实的宗旨，绝不姑息任何犯罪，誓与犯罪分子周旋到底。你放心。赵兄，你怎么来了？上你这儿讨口茶喝。哎，我说啊，你这当了部长之后，这官腔打起来可顺了。哎呀，这不是啊，一连串的盗窃啊、抢劫案，折腾我们很久了。而且每个罪犯的身高体型啊都很相近，而且反侦查意识也很强。我们已经投入了大量人力，还是无法突破呀。短时间内，怎么会有多个反侦查能力强而且身形相似的罪犯？没考虑过并案吗？因为根据现场留下的线索，每个罪犯的行动特点大不相同，有的像小孩，有的像老人，怎么也不像同一个人呢？那如果是人格分裂呢？人格分裂，绝了！亏你赵兄想得出来，我这就去让人去查。哎，国师，行，我知道，我马上过去。哎呀，你看，本来就想找你来喝口茶的，你看这又有事儿了。行了，我走了啊。哎，赵兄，怎么了？又犯病了？没事儿，金芳啊，办案辛苦，多保重身体。我走了。他怎么叫我晋峰啊？喂？什么？你当年要真的是介绍这么一个人过来，我打死都不能同意。让楚书之这么扭捏作态，比杀了他还残忍。可我问过程医生呀，人格分裂是不能传染的。所以现在就可以确定，是异能在作祟。事不宜迟，我赶紧去一趟地心，查一下相关资料。当务之急，我应该去见一下朱豪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一系列事情，他就是源头。黑袍哥哥慢走，人家等你哦。你省省吧你，谁中招你也不可能中招。真没情趣。逃走了，一个2点一线开了这么多年出租车的司机，在你们的重点监视下逃走了。小昭啊，你不要急嘛，这事儿啊，他们也是猝不及防。我已经吩咐他们去追查了，一旦有了新的消息，我立刻通知你。你们一定要快，我那儿已经快待不下去了。这么严重啊？哎，小赵，抽时间去看一下你的父亲。他怎么了？他呀，年纪大了，总需要自己亲人的关心嘛。您放心，我会的。走的走，死的死，地心又人心浮动。这几年，帝君殿是越来越空旷喽。瞧我，净扯些闲话。您问有什么让人心性大变的异能？怎么？
爱莫能助啊！你是当年经历过那个场面的人，应该最知道异能的演变和繁衍完全没有规则。不过嘛，要是如您所说，这纷纷纭纭的异变传染，总是有个源头。揪出源头，再难的题也就不难了，你说是吧？人家好自责，好懊恼啊！人家一点都不可以为你分忧。你要是气坏了栓子，人家一个人可怎么活下去啊？肤浅，垃圾食品。特调出这块大好江山啊，说亡便亡了。亡了好啊，亡了好，在这亡了之前，给我带薪休假。哼，您老人家倒是坚挺如初啊。哦，对了，高科技武装，麻醉手表啊，就动画片里的那种。对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，喂，赵处啊，是我。哎，我和长城正在往回赶，啊，有一件事儿啊，我不好意思直说，你看能不能？喂，郑玉兰，朱豪那混蛋被老子抓了啊！行，知道了。我还没说完，让我炫耀一下吧。喂，赵处啊，不错啊。老子立下这么大功劳，你在这拍什么拍？逗狗呢？不是，你说谁呢？啊？你说谁呢你？赵处，我一直劝长城要谨慎一点，可他根本就不听，他一把就抱住了朱豪。啊！哎，赵处，可长城好 man 呀！别扭是真别扭啊，不过还算意外好用。